Hello，大家好，这一期又带来了传统节目，你们最喜欢的新之刚亚索。第一件戳攻速鞋的话，亚索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叠不灭。有攻速的话，亚索的 Q 和 A 是吧，才能让你更好的去叠不灭。甚至后面叠新之刚也是很好的去叠。有了攻速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卡手。为什么要主 E 呢？因为没有攻速，前期很卡手的。这里过来闻经验，这冰女的话有皮肤的，这里留一口不灭是吧？ E 过来就找他身上叠就好了。这里的话他升2级了， E 上去以后他肯定交 W。 冰女换血还是厉害的。这里可以杀，这里不交闪了。这个冰女大心脏如果像刚刚那种情况，有可能有些人已经交闪了。像在这个版本的话，刚刚交闪去杀的话，不一定能杀得死如果在上个版本是100%能杀。哎呦，这里交个点燃，反杀对方可以。像这个青钢野为什么不放 W 呢？像他 E 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在过程中放 W 的，这个过程中说不定还能在最远的地方能刮死这个盲手这个版本的亚索不是这个版本的这个防御塔太厉害了，所以你越塔的话容错特别低，你只要稍微失误一下你就不行。这波的话就像刚刚那波的话，青钢就是那个冰女操作失误了，不然的话这里的话吹一下直接接大招，不给你 E 过来给控制。这里再抽一下 E 过来 A 一下，再 E 过来对面两个人超级生气，给你一个大招，然后 W 把对面盲僧的 Q 给挡了，这里再吹一下不灭，这样就是杀不掉，你说难不难受？青钢野直接给大招了，他为什么不放 W 呢？我没看到放 W， 现在才放。像在这种魔鬼金肉锁，就是新之刚搭配，就是反正这套出装的亚索很克对面的中野，就是对面中野如果双排的话你是可以完全牵着对面走的。这版本的话，很多那种中野连体然后无脑的这么去打，然后对面就选一个那种冰女这种线霸英雄然后线上畏畏缩缩的，然后你一急，对面打野就来了，你不急对吧？他就控着你，让你难受。然后你就可以掏出新之刚亚索狠狠的羞辱他，在他面前飞来飞去。这里刚刚给了个信号当然队友不信，然后被抓了。这里给个野，还是防止对方打野过来抓你。对，尽量扭，要学会去扭对方的技能。这里 Q， 但对面拉扯得很好，E 过去拉扯一下，反正尽量叠不灭就可以了。我感觉对面的瞎子是不是又要来了呀？
因为在塔前面压了很久的时间了。像这种情况下，你的风拿来怎么用呢？就是他想要补那个残兵的时候，你就 Q 往他要前进的方向去 Q 他，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会漏兵。就有时候斩风的时候，不要太着急给风啊，就是利用好前期他就是残血兵小兵的时候，你就直接给他来个 Q， 甚至疯墙也可以。亚索还是挺恶心的呢，有时候。这里的话，吃一层塔皮，对方直接给大招 QE， 直接走一下，再刚一下。哎，这里的话，E 过来刚一手，青钢影又过来了。对，这局就是这边的中野联动啊。像瞎子跟冰女的一个搭配啊，爆发太高了，对面来自对方的那个夸奖啊。其实盲僧前期伤害很高，然后冰女补上伤害，而且冰女的控制太足了。盲僧大招的话也算是控制。前期如果不是这种亚索是吧？那你可能已经包炸了。又来了，对面这里直接踹出来 EQ 接大招，盲僧像刚刚不踹的话可能还死了，没想到反倒是踹回来，爽了一手，可以。就他盲僧刚刚踹的那一下，直接把距离给拉开了。如果你换那种残血的，就是比如说一刀流纯输出的亚手的话，前期可能已经炸了。如果是我也觉得我炸了。我随便还个中单，我绝对是顶不住盲僧这样子一套的。你看到没有？这套他其实把你控住的话，这套伤害还是很足的。那刚好这里狂徒做出来了，让一点经济给对面，是吧？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去叠岗。太早结束的话，金之刚都没那么好叠了。像这局盲僧估计都说100%会住在中路。亚索的这边绝后哥就说啊，我被抓，我放心的很，我队友被抓，一点都不放心。这里直接接个大招 ，EQ 蹭一下，队友的话，对面就不打你了，我就只打你队友，让你队友难受。这里3个人集火，直接活不了了，人太多了。赶紧把时尚鬼玩家给做出来，这把做推推棒可能不太行，还是第一时间得让亚索去吃对面的输出哦。对面青钢影自己家这边的青钢影还选择做破败青钢影，青钢影打野你肯定是3项啊，做破败，也是抽象。只能这么说。如果说青钢影要有一点点回血的话，你其实做个可血都完全可以的，青钢影不影响的。2件套的话，刚好是亚索的一个真空期啊，因为没有输出装备。这里把这个蛤蟆给吃了。这里的话，感觉回中路守塔，这个兵线还是更香一些。还能过了 EQ 过来，但没有刚到。刚刚如果疯墙把他的 E 技能挡住的话啊，这个
兵女会被砍死。对面剑魔好像在下路的，是吗？就星之钢的话是可以当探测器用的，只要对方出现在巢里面，就是在范围内。剑魔在上面漏了，那这样的话，打野有可能会过来。对面瞎子出收集者，已经跌了4层了。感觉这局还是有点小难度的呀。熠过来，盲僧直接踹啊！真的是，对面打野是真的恨这个。这里的话吹一下就跌了，跌2层星之钢已经赚了。这波兵女不在，盲僧也掉了，可以直接来拿小龙。10分钟400层的钢，那这局1000层大概是有希望的，因为后期团战肯定会打得很久。第3件的话是直接选择做破剑者就好了，因为第4下普攻的话，就是特效普攻的话，也是会根据你的最大生命值来给出伤害。这里 EQ 蹭一下，大招接一下，然后叠1层钢。对面剑魔后面肯定是有人的，赶紧得走了。反身 E 一下，躲一下，这里吹一下，但好像出不了了。你得回来，可以继续叠不灭，因为没有重伤的，所以你打他，你怎么都是亏的。哎呦，E技能吹一下。有点顶不住了，诺手来了，吹一下，再直接接大招。诺手可以叠雪诺，再 Q 一下。诺手还不劈吗？啊，终于劈出来了。这样的话直接走了，对面已经过来抓了。哎，劈了，诺手牛逼。这波，哇，4杀5杀在中路，可惜。哎，0-5的还0-4的诺手拿到了4杀，你敢信？哎，这就是星之钢亚索的快乐。我跟你说，这个的话，可能你到了高分段可能是个混子，但低分段你绝对是个霸主。这里的话，别被伊泽瑞尔给抢了吧！我天，没惩戒是吧？太极限了。这波队友的话又想打，光辉直接死了。那诺手的话肯定也要死。德莱文在这个位置倒还好，这里斩一下风，看看能不能 EQ， 但对方交位移了。盲僧的话往自家野区跑了，好像。哎，在河道蟹这里的话有探照看到了，不然的话可以尝试蹲一手。哦，对方直接踢那个兵女的 E 技能丢偏了，给了个空的 W， 直接一手星之钢把你收掉人头。3件套的那个这套出装3件套其实可以开始有伤害了，因为他打第4下伤害就是有爆发的，再搭配星之钢是吧？伤害是完全够的，但这里血量已经撑不住了，可惜了。这光辉感觉，光辉的话感觉又没输出，又没有保护能力，换一个队友都完全可以随便打了。玩诺拉吧，诺拉强。哎，我现在发现诺拉辅助啊，打辅助把伤害低，太变态了。诺手这个玩的有点抽象。
像诺手在这个版本素质并不高。建模还是挺肥的。哦，过来尝试处理掉这个建模，但这里人太多了，直接被集火，应该是活不下来了。啊，交闪现，那还行。但交了闪现以后，队友去送了。然后这里的话，让队友拉扯一下，挡一下风墙。建模还没死，重伤呢，哥们儿。这个德莱文不做重伤的，我发现。这双人组也是抽象，反正这局可能就青钢影像个人，双人路和上单都是抽象的组啊。对的话还能跟对方拉扯一下。EQ 直接接大招，风墙挡住对方后续伤害，但风女给了个金身，这里吹一下 ，EE 拉过来，再 Q， 再蹭一下，哦，光辉终于有作用了，混了一手助攻，这局还是有点难玩的呀。这局的话，看到没有，已经900层了，1000层钢是完全没问题的。1打1都没打过嘛，真诺手，白拿那厮杀。这光辉和 AD 啊，感觉就没什么用，你看没有？上来就只能交闪现，然后交完闪现也不敢回头打。然后光辉的话给个大招，哎，还有用啊！我去，啊，是我失言了是吧？说实话，没有金刚椅拖半天，哪有后面太大招啊？说实话，他那个大招，哎，也是运气成分比较大。这里一过来，哇，对面就直接给大招。对面就想秒你，这波啊，整体下来，哎呦，可以，这个 poke 这里帮队友挡一下 Q， 这血量回满了，优势在我，这局优势在我，一过来一 Q， 哎，给引燃，直接接大招，诺手的话开始要起飞了，要开 P， 还能再 P 一个吗？能做到吗？诺手不行，诺手我已经废了。说实话，这局双人组稍微有用一点点，都不至于打成这样子。还好那个巨型九头车已经做出来了。这里勾了一手，直接接大招啊！金刚眼踢上去，哎呦，这光辉的大招还有点准哦，你还真别说，哎，剁手拿了4杀，到现在还是负战绩，不会被剑魔砍了吧？啊，还好，光辉的伤害起来了。那这局其实没有多少血了。6、7千，就是这波的话6、7千的血吧，大概也这个亚索。那这局虽然说啊跌跌撞撞，但对方已经打不了了。然后一个 Q， 哇，双金身，确实，这里刚一下交闪拉出来了，但兵线已经进去了。好，那第一局就到这了，后面的话还有一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